小伙正准备夹菜吃饭，不料竟发现一旁的弟兄们竟然七窍流血中毒身亡。众人连忙赶到后厨，准备兴师问罪，没想到却发现厨子同样也中毒惨死。正当大家还在怀疑凶手是谁时，小伙突然看见一旁的水缸里有条几米长的大蜈蚣。一旁的大师看后，当即断定这是江湖上有名的用毒高手五毒童子的手笔。传闻五毒童子下毒的方式有365种，除非一辈子不吃东西，否则他想让谁死，谁就一定活不了。众人听后顿时被吓尿了，于是收拾东西连夜离开了客栈，担心会再次被人下毒。他们在路上既不敢吃东西，也不敢喝水，众人很快便饿得没了力气。正当他们准备停下休息一下时，竟发现旁边有个大爷正在一边喝汤一边吃着馒头。这一幕可把众人给馋坏了。他们觉得大爷吃过的东西肯定没毒，于是田大侠便花了10两银子将大爷的馒头全部买下，随后分给大家补充体力。可此时小伙却出言阻止。田大侠表示：“你方才也看见了，这大爷明明吃了没事，可小伙却一口咬定这馒头肯定有毒。大爷在吃之前先喝了口汤，那汤里面就有解药。恰好此时路过一只狗子，为了保险起见，田大侠将馒头丢给了小狗。哪知小狗刚吃下去，瞬间就被毒死了。众人被这一幕吓得亚麻呆住了。你怎么知道馒头里面有毒？我还知道，刚才那个人已经走了。”众人连忙闯进屋子，果然刚刚的大爷早已不知所踪。看来五毒教的人已经追上来了。几人不敢逗留，连忙赶路。哪知他们没走几步，却又遇到了个卖包子的。看见香喷喷的肉包，田大侠再也招架不住，直接将包子全部买下。担心包子会被人下毒，他将所有的包子跟村里的大婶换了2碗面条。可直觉告诉小伙，面条里依旧有毒。但此时的众人也管不了那么多了，反正不是毒死就是饿死。田大侠刚吃了一口就被小伙拦下，告诉他：“你不觉得蹊跷吗？这大爷卖包子不去热闹的集市，反而跑到这穷乡僻壤的，我敢断定刚刚跟你换面条的大婶其实跟他们是一伙的。”闻言，田大侠连忙冲进屋里，果不其然，里面根本就没有人。与此同时，田大侠也毒发身亡。眼下队伍里只剩下了大师以及小伙和随从，可他们刚走进山里，就遭到了一群毒蛤蟆的袭击，随从也因此中了毒。原来是五毒教的人已经找到了3人，不过好在小伙跟大师武功高强，在牺牲了随从后，将4人全部斩杀。与此同时，真正的幕后黑手五毒童子也已经现身，他趁其不备，扔出毒针，让大师直接变成了刺猬。好在小伙灵机一动，趁机扔出飞刀，将毒针全部反弹了回去。就这样，五毒童子最终死在了自己制的毒上，而小伙则跟随大师回到了少林寺，自此跟大师过上了幸福快乐的生活。